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節目開始，我們歡迎來賓錢立偉、孫大千孫委員。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華幹哥。思敏好，大家晚安。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來關心在中東的戰事，川普現在喊了救兵已經在路上了，盟友卻在此刻踩下了剎車。我們今天也要來看，大家在關注說美軍的戰力在伊朗附近到底如何，但是現在根據最新的資料顯示，完全看不到任何美軍的航母。那麼伊朗方面則是部署了各式的無人機來壓境。今天也會特別來解密這個是伊朗的王牌無人機師團的戰力到底有多強。中東現在似乎已經走向誰先開槍誰輸的一個爭死局當中了。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趕快來關注到的是川普的最新喊話。面對現在伊朗內部各種的流血衝突持續的擴大，他已經怒批伊朗在進行的叫做無意義的殺戮，所以川普已經改變他的態度了。他決定取消任何跟伊朗官員所有的會面。他也說了，對德黑蘭發出嚴正的警告。他說，救兵已經在路上往伊朗的方向去了。川普也對目前在伊朗的這些示威者喊話，他說：“你們不要害怕，記下目前打你們的兇手還有施暴者的名字。未來我會對這些人付出，讓他們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他也提醒了伊朗當局說：“伊朗，你這週只要開始絞死這些抗議者的話，我們美國會採取非常非常強硬的行動。”我們看到這一回川普的話喊得非常的狠，但是在軍事上的行動到底如何？現在看起來似乎不多。尤其要特別來關注到的軍事現實，就是目前美國不管是在海上或者是空中領域，完全看不到任何要開戰的跡象嗎？這是一個問號哦。因為呢，現在根據了解，沒有看到任何大規模，不管是運輸機或者是加油機，甚至戰機，更沒有看到任何的航母打擊群在伊朗的周遭。美國的軍事網站戰區也直接做了一個分析報道說，即便美國後來決定呢，他要出動他的航母，但是最快也要數週、好幾週的時間才可能抵達伊朗的附近，而最可能派出的就是林肯號。好，看得起来海上跟空中沒有太多的布局，但是其實還是有一些悄悄的動作的。我們要來看到的是，華府這邊最新呢，已經在中東布局的是它的新型的自殺式無人機。比較特別的事情是，這一款無人機是高度仿制伊朗的主力戰機的，也就是見證者136，也就是可以顯示說，目前美國的戰鬥方式已經逐漸走向比較低成本、可以大量消耗的這一些武器。再來，我們看到軍事面，美國持續對伊朗貿易國課徵25%的關稅，背後評估它為的就是要打擊中國大陸，因為對於伊朗課徵這25%的關稅，目前看起來對中國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不過也有分析特別指出，這個川普啊，你看起來是要幫助伊朗人民，但是真的是這樣子嗎？專家痛批說，數十年來就是因為你美國對伊朗實施這種全面的制裁，才會壓垮伊朗今天的經濟，還有包括引爆今天的民怨上街頭。根據估算，伊朗的人民的人均 GDP，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2012年當時還有$8000以上的。到了2024年，只剩下$5000左右了。這是在美國的制裁之下，世銀做的統計。而2018年之後，石油出口更是在美國制裁之下暴跌了最多80%，國庫每年損失竟然高達數百億美元。川普這一回說要救伊朗，到底是誰害了伊朗呢？節目一開始，我們也要特別請教委員來看，川普現在喊說隨時開戰。但是美軍好像看起來沒有太多的集結，真的會開戰嗎？還是對伊朗、對中國做出一個高度的政治恫嚇而已？委員怎麼看？對，我想美國對付他的敵對政權哦，其實美國自己的工具箱裡頭有各式各樣的工具。講得更直白一點呢，就是美國有各種花樣的菜單存在。那麼在過去這段時間，你可以看到哦，他已經採取了幾個不同的方法去對了其他的國家，比如說我們看到的委內瑞拉，他採取的就是外科手術式的直接的斬首哦，那麼直接把人帶走了，然後呢，整個委內瑞拉政權就瓦解掉了。那麼但是問題是說，面對伊朗哦，美國恐怕沒有辦法採取同樣的把戲哦，就是說你今天要用
這種獵殺對方或者是逮捕對方領導人的模式，你已經用過一次了。伊朗又不傻，他看到你怎麼對馬杜洛的，該躲的都躲得好好的，你放心。然后該有的這個保鏢啦、忠誠度可能要重複的反覆確認過，所以你要再用同樣的方法重施故技，恐怕也不容易。那你上一次是用長程奔襲的方式去轟炸伊朗，可是問題是你用轟炸伊朗的方式，就算你斬首了這個哈梅尼好了，但是問題是對哈梅尼來說，他就算被斬首了，整個伊朗的神權政權還是存在的啊。你最近光看到伊朗的這個議會的議長說要跟美國就是勢不兩立到底了，所以你就殺了一個哈梅尼，也不能夠解決整個伊朗的問題哦。所以现在显然看起來，他要用外科斬首這件事情不太容易啊。不管你是要用轟炸機去轟炸，你要用這個無人機，你要用這個CIA 跟摩薩德的力量想辦法來獵殺伊朗的領導人。對於你要取得伊朗的政權的主導的這個地位，幾乎是沒有什麼太大幫助的哦。那麼你只會加深整個這個伊朗的反彈，然後這個激化整個伊朗的報復的行動，那整個中東就是遍地烽火了。那第二個，你看到說他軍事入侵也不容易啊，因為剛才這個我們看到了，他並沒有航母部署在那裡哦，又跟當時的這個委內瑞拉不一樣啊，人家那個時候航母已經部署得好好的了，該有的都在那裡了，而且委內瑞拉好歹也是在南美洲，距離美國雖然不是很近，但是也不太遠啊。可是中東是很遠的，所以如果你沒有先把你的部隊投射到那裡去，你這個時候要用軍事入侵，你怎麼入侵嘛？所以你不可能就靠以色列的部隊來入侵啊。所以現在顯然看起來軍事入侵也不行哦。那麼我現在的初步的判斷哦，我認為美國要用的是它工具箱的另外一個工具，就是它過去最長期以來最熟悉的工具，就是用他長期以來布建在這些國家的，比如說年輕人啦，或者是反對勢力，開始要發動政變，要推翻這個政權嘛。所以你看到現在伊朗是遍地烽火的暴動啊，反政府的暴動啊。這些反政府的暴動怎麼前幾天不暴動，一兩個禮拜前不暴動呢？怎麼忽然之間就來了呢？這就像當年的顏色革命我不斷的強調說，這是美國 CIA 最喜歡玩的把戲。台灣的太陽花革命是怎麼來的？然後呢，香港的雨傘花革命是怎麼來的？全世界這麼多花的革命到底是從哪來的？這就是 CIA 長期以來布建在每一個國家，布建在學生的團體裡頭，布建在這個社會的深處。當這個 CIA 要喚醒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全部都出來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這一次伊朗，如果我沒有猜錯，你說 CIA 跟摩薩德大概已經把他過去長期以來布建的所有的這些種子全部都一次點燃，然後造成了整個伊朗的天下大亂。所以伊朗才會開始採取軍事鎮壓行動。那現在美國在這個時候又要當好人哦，講這種風涼話，說我們就在路上了哦，你們到底在哪一條路上？好歹也講一下啊！你現在是繞到了哪裡？至少跟大家預告一下。但是現在顯然看起來美國並沒有在路上啊，美國還沒上路啊。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他做這個喊話是什麼？就是喊給這些暴動的人聽啊，說繼續暴動到底。我們遲早有一天會來的。至於說這個遲早有多遲多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覺得現在在伊朗這一局裡頭，美國最可能採取的方法就是用這種方式。所以你看到巴勒維王朝又開始出來講話了。當年巴勒王朝如果幹得好，他就不會被推翻了。但他當年就被推翻掉的。所以我要講的是說，現在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最重要的關鍵，我覺得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必須要警惕啊。美國現在川普在玩的是溫水煮青蛙的遊戲。他對於他現在惹不起的人，他就每一個人都說他是好朋友，金正恩也是他的好朋友，川普也是他的好朋友，習近平也是他的好朋友。可是他在做的是什麼事？他在做的是不斷的砍斷中國跟俄羅斯的盟友，想盡辦法的一個一個砍。我人家砍了，再砍伊朗，那下一個是誰呢？所以川普已經講過了，金磚國家就是反美的軍事同盟。他現在在做的就是瓦解金磚勢力。所以當他把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盟友都砍光了，他已經掌握了石油這個生產了，他掌握了委內瑞拉，他再掌握了伊朗。美國自己本身也是石油輸出大國，所以當他都掌握了這些的時候，他就接下來要跟俄羅斯跟中國大陸叫板了。所以我覺得中国大陸跟俄羅斯恐怕要在這個時刻恐怕要有警覺心了就是說，這現在恐怕不是隔岸觀火的時刻了。現在你必須要用一些其他的代理人去牽制住美國的勢力，否則當美國一個一個的斬斷掉這些金磚國家的盟友的時候，最後就剩下這幾個國家了。那個時候，美國可以磨刀霍霍、好整以暇的來對付他們了。好，確實目前針對這一場暴動背後是否到底有沒有這個美國 CIA 跟摩薩德的影子，其實外界也都在高度的懷疑當中。那目前確實這一場示威
威暴動，目前已經造成了當地有非常嚴重的死傷人數，包括了数百人死亡，還有數千人被逮捕。面對現在整個暴動，可以說示威活動已經完全的失控了。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燈哦，針對這些示威民眾，還有針對於美國，他們也開始祭出了各種的反制動作。我們要來看到是伊朗當局最新用的方法，就是他們祭出他的軍用無人機，部署在各大的城市，以無人機對民眾來進行攻擊。德黑蘭的第二個方法就是把所有的網絡乾脆都切斷，讓這些暴動的民眾再也無法跟外界做更直接的一個聯繫。剛剛特別提到的伊朗這次祭出的無人機，其實伊朗的無人機的戰術過去就已經在許多的實戰當中有特別的去使用過了。我們來看到幾個例子哦，包括了在第一個2·1戰爭期間投入實戰，第二個他們也曾經透過電子戰捕獲美軍的 RQ-170哨兵，還有他的 MQ-9死神無人機。胡塞組織也多次的使用無人機來突破沙烏地和阿聯酋的愛國者防空系統。去年，今天我們会来特別看到的是伊朗海軍宣布成立的第一個海軍無人機師，它是隸屬南方艦隊的，那構成了整體的艦載無人機的作戰體系。到底戰力有多強？等一下我們會來做評估。看起來戰爭是一觸即發了，現在有許多的國家也站出來跟川普說，其實伊朗真的沒有這麼弱，勸你不要去進攻。最新消息是美國的 NBC 做的報道，現在包括了以色列還有多名的阿拉伯官員已經私下跟川普政府說了，他說伊朗政權沒有虛弱到你美軍可以一擊就致命，所以你不要去攻擊吧。同一時間，沙烏地阿拉伯、阿曼跟卡達等等的這些海灣國家也同步游說川普不要開戰。我們先來看看伊朗無人機加上電子戰已經高度成熟了，如果真的開戰，美以還能夠速戰速決嗎？幹哥怎麼看？所以你看那個伊朗的無人機部隊啊，它有40年以上的歷史，也就是說，它很早以前它就專注在這方面。所以去年他們海軍南方艦隊成立了無人機師部隊，對不对？那你就曉得說，其實他們在這上面花了很多的心血跟功夫，而且他們的防禦網竟然可以捕捉到 RQ-170，還有 MQ-9死神。死神是最難抓的，他竟然可以抓得到，代表什麼？代表他的電子癱瘓跟電子反制是有效的。那你就要想一想，如果今天美軍是用傳統的方式去進襲德黑蘭的話，你會遇到的抵抗跟遇到的防禦，絕對不是委內瑞拉可以比較的。這一點必須要先釐清這個觀念。所以川普他現在不是閒沒事做，他在橢圓形辦公室一直在想，我要怎麼打這一仗，這第一集要怎麼打？當然，我們昨天講過，林肯號雖然不在荷姆茲海峽，也不在紅海，也不在波斯灣，因為林肯號它現在正在應該是南中國海最近，大家要趕過去的話，大概也要3-4天。那如果沒有航空母艦的話，美國當然還是有別的手段，派出逆中轟炸機，或是派出隱形的核子動力攻擊潛艇等等。可是這樣子對於教訓伊朗恐怕不夠，你必須要有真實的部隊調動，你知道我意思？就是說你必須要有真實的比如說像特種部隊好了，你要有真實的動作，或者是說像入侵阿富汗或入侵伊拉克一樣，真正的部隊調動，那個就會被國際媒體的注意力給放大了。可是到現在都沒有，所以我不認為美軍有真正實質佔領的動向。反過頭來，我們來講說伊朗的無人機。伊朗有多少無人機？沒有人知道，你知道？我們賬面上看得到的無人機有2000架，就跟它的飛彈一樣，有2000枚一樣。但事實上，據信超過1萬架的無人機。所以這一次，它才能夠拿來對付老百姓。它用軍用無人機的規格去對付100多座城市的抗議者，所以你就曉得說，他們的無人機儲備是非常足夠的，絕對比它的核子能力還要高超的許多。那美國如果今天有實質的入侵部隊去進到德黑蘭的話，絕對不要再重蹈1980年鷹爪行動失敗的前提。鷹爪行動是美軍灰頭土臉、一敗塗地，為了去救被何梅尼去軟禁的55名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的館員啊，然後8架直升機在伊朗沙漠裡面撞成一團，以悲劇收場。
那這次如果美軍還要在伊朗沙漠，其實我老實講一句，很投鼠忌器，你知道嗎？因為他們曾經失敗過一次，所以這次如果他真的要去進攻德黑蘭的話，他的目標是誰？他的目標是不是斩首哈米尼？如果是斩首哈米尼的話，那單純的多；但如果不是，是要推翻整個那個神學政權的話，那我覺得這就複雜許多。所以我覺得川普到現在為止不敢輕舉妄動是有原因的。至於今天可能會什麼？今天可能會正式在那個德黑蘭處決一名才26歲的青年，採取公開處決。公開處決是什麼方式？你知道嗎？就是他們傳統習慣的用起重機的吊架把人給吊在大概3層樓、4層樓的半空中給所有人看，而且他經由這個電視台發送到全國各個角落，這叫公開處決。那這個年輕人到現在是不是已經被處決了？很快就會有畫面。我是奉勸伊朗，你不能用無人機來對付自己的老百姓，也不能這樣公開處決反對你的人，否則的話，你的這個政權啊，哈米尼恐怕不能夠再持續下去，因為國內的反對声浪恐怕會越來越大。雖然我們完全沒有訊息，為什麼？因為伊朗官方已經把所有的訊息屏蔽了，30%以上的這些讯息全部都屏蔽掉了，所以你就知道說，我們現在对於內部我们真的看不到實況，這是讓人家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情。好，內部的訊息整個被封閉住了。那這場示威暴動仍然在持續當中。川普在這個時候喊話說，救兵已經要逐漸到了，說是要救這些示威者。但是同樣時間，阿拉伯半島電視台也出來酸川普說，現在伊朗的經濟搞成這樣子，是因為你數十年來對我們祭出的各種制裁，結果你現在反而說要救我們，是不是很諷刺？岳老師怎麼看？我對於伊朗的這個國家的話呢，感觸非常強烈，就是說，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富裕的一個國家。然後現在的話呢，在美國的經濟制裁下，我算了一下，將近47年的時間，這麼長的話呢，那麼伊朗能夠撐到現在的，基本上它變成一個神權國家了。那麼神權國家的話呢，你這邊問的問題講到用人權來批評神權國家，這個其實講起來是對於我們寬容與多元文化的一個比較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因為它神權本身來講的話呢，就是說神權，既然是神權，來講什麼人權嘛，對不對？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但是我覺得川普講的話呢，我分成幾點來講啊，就是說第一個的話呢，他吹牛的這個成分比較大了啊，因為他不敢陸戰啊，因為伊朗不是委內瑞拉啊，伊朗很大，而且有8000萬人啊，對不對？而且長期來講，他的革命衛隊的力量对國家控制的情況蠻好。另外最主要是我們對他情況下不知道。啊，它裡面到底內部發生什麼？但是我們得到一個消息，就有一個名詞叫孟加拉模式，就是伊朗這次在暴動過程當中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伊朗的革命衛隊，至少有一個上校，還有另外一個領導的話呢，是被暴民殺害了。所以說這個要處決的方式的話呢，基本上也跟這個有關係。這個叫孟加拉模式，就是2024年孟加拉革命。然後第二點的話呢，這個川普呢，這個在吹牛，要對於跟伊朗有生意往來的要加25%的關稅，對不對？那個川普自己的那個關稅的話呢，馬上就要被最高法院判非法了。這個還講什麼東西？那另外到目前為止的話呢，我覺得伊朗本身的內部啊，這個還是說有很多外在的原因會使他團結。比如說巴勒維的兒子就在那邊叫囂啊，希望他們能夠把革命弄多一點。然後這個的話呢，其實是有助於這個伊朗的神權的赫梅內伊的維持了啊，就是讓他們內部更加團結。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的話呢，大家關心就好。不用太緊張。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持續要來特別關心到的是，川普玩脫了嗎？因為法國這個時候怒嗆要退出北約，另外還有就是美軍在歐洲的基地會不會全面失效呢 ？CIA 有沒有滲透在格陵蘭當中？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今天我們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是川普的下一個目標，看起來就是格陵蘭了。那現在歐洲國家幾個重點國家跳出來嗆川普了，他說逼到了法國喊說我要退出北約，歐洲則是反嗆
封殺美軍基地，這是美國親手引爆的北約瓦解時刻嗎？如果真的不幸美軍一旦失去了歐洲立足點，美國的霸權在全球還剩下多少呢？這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來看到川普持續的罵丹麥，翻歷史舊賬，還講到這個雪橇賽的政治化。川普是不是在複製委內瑞拉模式呢？因為是不是他未來想要動武，在針對於這個丹麥，針對於格陵蘭動武來制造一個正當性 ，CIA 有沒有可能滲透在格陵蘭當中？這是第二個問題。接下來第三個問題，我們來關注的是川普把有關於格陵蘭的問題，怪給了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哦，把他們列為這個有害於安全哦。那川普的強硬操作會不會把這些北極的盟友一個一個推向中俄的懷抱？今天就這一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川普呢，他對於格陵蘭現在真的是正式的盯上了在北极圈的這個格陵蘭，因為我們來看到啊，在深夜的時候，沒有想到他就默默的公布了來自於白宮的4張照片。這4張照片，其中一張我們來看到川普現在正在俯瞰向這個窗外來做俯瞰的照片，在橢圓形辦公室。那他俯瞰的就是美軍在格陵蘭的休爾空軍基地。他還配上了一句話，這句話叫做"點擊以監控情勢"哦。白宮其實到目前為止也都沒有否認有關於是不是對格陵蘭採用這種軍事上面的威嚇哦。那印度的媒體就直接說了，這已經引起了丹麥等多個北約盟友的反彈跟炸鍋，所以立刻我們來看到2個國家立刻做反彈。首先是法國，他說呢，已經正式的出現了退出北約的決議草案。荷蘭的前國防部長也說，一旦美國你真的敢併吞格陵蘭，你在歐洲的基地會全面的失去合法性。法國、荷蘭都提出了正面嚴正的警告，歐洲真的敢對川普硬起來嗎？美軍如果失去了在歐洲的基地，對於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又有多大的衝擊？委員怎麼看？對，我覺得歐洲的國家不要輕忽川普要取得格陵蘭的決心哦。就是川普是玩真的哦，就從川普在處理委內瑞拉、處理伊朗的事情上，大家都應該可以搞清楚、弄明白哦。就川普不是只會這個出個聲音去恫嚇嚇人家而已哦，他是真的會採取行動的。那麼顯然的，如果格陵蘭這件事情沒有得到一個妥善的解決，你說有一天看到美國就算出兵格陵蘭，恐怕都不令人意外哦。就川普從加勒比海的海盜，再當北海小英雄，再去中東當阿里巴巴40大盜哦，對他來說這根本不算什麼的哦。他的角色變換非常的快，所以從此世界上已經沒有世界警察了，也沒有什麼美國隊長了，現在就剩下的就是一堆不斷在全世界各地掠奪資源的這種帝國主義重新復辟了啦。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歐洲的這些侏儒哦，這些懦弱的政治領袖，如果以為只是靠出一張嘴就可以嚇退川普，那你們就真的太蠢了。也太天真了。就事實上，在這件事情上，如果你們只出一張嘴，只會用這種不斷的用聲明、不斷用警告，最後會看到什麼呢？最後會看到的就是美國迅雷不及掩耳的真的把格陵蘭拿下了。那到時候你們該怎麼辦呢？你們是要出兵打回來嗎？你們敢嗎？你們有這個種嗎？所以，如果今天歐洲真的要挺丹麥，真的要挺這個守住格陵蘭，要採取一些具體的動作啊，不要做別的。第一，你歐盟敢不敢把馮德萊恩給撤換掉嘛？他們擺明就是美國這個小妹啊，就美國能夠掌控的人哎。你北約要不要換掉呂特呢？呂特是怎麼樣卑躬屈膝的那種哈腰逢迎的對着川普的？你有種你們歐洲的國家就先換掉馮德萊恩，換掉呂特，那你就會讓大家相信歐洲要走自己的路了。然後第二，如果你們真的有這樣的決心去捍衛格陵蘭，現在出兵還來得及啊。現在格陵蘭美軍的駐軍都比格陵蘭自己本身的保衛力量可能還要多了。那你接下來呢？接下來你是要等到格陵蘭被佔領了，然後你歐洲才組聯軍嗎？還是這個時候你就組部隊擺在那裡？你看美國要不要跟你動嘛？你有沒有這個膽？你有沒有這個種？你敢不敢做這件事嘛？對，你什麼都不敢做，你就靠出張嘴。俄烏戰爭也出張嘴，格陵蘭也出張嘴，然後到最後呢，什麼都沒有了。第三，如果今天歐洲的國家有這個決心，現在就叫美國的基地全部撤出來啊！美國的基地現在已經成為美國掠奪資源的前進指揮所了，成為美國掠奪全世界資源的前線據點了。你讓這個格陵蘭還有一個休爾空軍基地，丹麥真的這麼帶走，就叫休爾空軍基地搬走。
對不對？整個歐洲如果真的要走向這個歐洲自己的國防自主，你就叫美國的基地全部撤出來啊！今天是格陵蘭，下次會不會輪到德國嘞？有一天會不會輪到法國？誰知道啊？你把美國的基地擺在那裡，你不就等於是打開門讓強盜在你家已經在那邊打地鋪了嗎？等到他哪一天想搶你家的時候，他順手就搶2下了耶。所以今天歐洲這些國家啊，如果還只是出張嘴，每天以為說這個呼籲一下啦，喊個話啦就可以解決了，別傻了。你們在川普的眼中就像螻蟻一樣啊，他覺得一踩就可以把你們踩死了。好，面對於歐洲現在都只是喊話的一個層面，確實，所以看起來川普的態度比過去還要更加的強硬哦。他直接說了，他直接翻出丹麥的過去的歷史舊賬，就說呢，丹麥你在2戰期間非法占領了格陵蘭，甚至連格陵蘭的狗拉雪橇賽都爆出了不當邀請的這種政治爭議。那格陵蘭人其實現在為止都非常的无奈，但是他們其實能做的也不多，他們就是不断的抵制美國。做了什麼呢？不买美國的東西啦，然後不去美國了。高達85%的人說呢，他們反對被美國併吞。有這個格陵蘭人甚至夢到說，川普開着船從海上逼近他們，在夢中做夢都可以夢到川普，到底有多緊張？苑老師怎麼看？他有沒有可能像當初拿下委內瑞拉一樣，用這個情報戰也去拿下格陵蘭？哎呀，我跟你講，這個事情啊，非常非常荒唐了，都不知道從哪裡評論起。大家要知道，格陵蘭211萬平方公里，一共只有5.6萬人吶，而且絕大多數都集中在他們的南方啊。格陵蘭有75%以上的土地是在北極內啊，這根本就沒辦法居住。那麼川普現在的話呢，搞到格陵蘭的話呢，他自己的一個想法啊，就是說第一點，他眼裡根本就沒有北約了，更不要說是歐洲了啊，他會覺得歐洲就是廢物啊，看着對他來講的話呢，賠錢貨。那第二點的話呢，就是說川普本身呢，他要格陵蘭的目的是什麼呢？他要資源，他要這個地緣位置啊，他要這個北冰洋的航道，因為的話呢，啊，那麼我在這邊要告訴大家，川普做的事情啊，他對於這個丹麥啊，或者格陵蘭極盡侮辱之能事啊，要軍事入侵的時候，他還特別講說，這個丹麥在格陵蘭的防衛武力只有2架狗拉的雪橇，我算了一下，大概有個每一架雪橇大概有個6隻狗，就2個人加12隻狗，然後要派出特種部隊來，那怎麼可能嘛，對不對？因為那個委內瑞拉基本上人家還有3000萬人，那個整個這個真的是笑話笑極點。但是我告訴大家，真正的目的哈，川普的目的是這樣子的，他要當漢武大帝，因為他發覺他的期中選舉。到了今年11月的時候，他真的有很大的麻煩，他一定要又開疆闢土，就講到說我對了美國的話呢，占下了這211萬的平方公里的土地啊，那麼就是一個很偉大。那我覺得美國確實有很多人相信能夠開疆拓土的。皇帝也好，國王也好，總統也好，那麼基本上都是個很能幹的，這是他真正的目的了。因為要格陵蘭的話呢，然後他就亂講，說什麼中國、俄國，如果我們現在不佔領的話呢，中國、俄國就要佔領，那怎麼可能的事情呢？因為這個是一個破壞了這個戰後的秩序。就最有趣的是，那個俄國的那個梅德韋傑夫了，當過總統的，他講說你要快一點啊，你要快點出兵啊，要不然格陵蘭一公民投票又變成俄羅斯的了，這變成笑話了嘛？是，好，確實哦，所以這個川普現在要拿下這格陵蘭，如這個苑老師幫我們看到了，除了抬升自己的政治聲望之外，剛剛老師也幫我們特別提到了，還有資源，還有戰略哦，因為它的位置其實相對來說真的非常重要。格陵蘭，我們看一下這一顆地圖，其實呢，它呢握有稀土、鈾礦、能源命脈之外。它的地圖上面可以看到，它是卡住整個北極航道的，同時跨越了歐美之間的一個距離哦，所以呢，也是這個北大西洋跟北極戰略的一個戰略咽喉。那川普又不斷在這個時候拿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當借口，說他們一直不斷的靠近這個地方。那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也跳出來痛罵川普。我們來看到中國說的，中國說。他們在北極的一切行動完全符合國際法。俄羅斯也酸說，美國啊，你再拖下去，格陵蘭恐怕會先公投加入俄羅斯。接下來有沒有可能格陵蘭對於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態度會比過去更開放？看着自己盟友川普對他們這樣，有沒有可能他們改變態度？幹哥怎麼看？我覺得俄羅斯總統開這個玩笑蠻有趣的，就是說你趕快哦，你趕快動手哦，哈，川普，不然的話，到時候他們一公投的話。他們可能要倒向俄羅斯哦，哈，對不對？他是開一個玩笑。可是我可以告訴各位，其實格陵蘭人他們完全不想當
丹麥公民，更不想當美國人。他們想要獨立。他們的種族叫做因紐特人啊，因紐特人其實坦白講就是愛斯基摩人的一支。他們認為格陵蘭是他們的故土啊，是祖靈之地。雖然人數真的很少，你知道格陵蘭上只有兩種人，一個就是原住民因紐特人，另外一個就是北歐海盜，就是丹麥人啊。丹麥人之前他就是維京海盜，然後慢慢到了現代化的話，他其實老實講一句，全世界很少有地方人口越來越少的，格陵蘭就是一個地方。他以前在2戰期間左右，人口最高峰的時候大概有8萬人，現在剩下多少？5.7萬。越來越少。為什麼會越來越少？實在生存條件太惡劣了，所以只能夠派出狗拉雪橇去守邊防，沒有辦法派真正的軍隊，因為軍隊會活不下去。大家了解說，必須要知道，其實，在格陵蘭從2次大戰到現在，都有一支美軍在那邊。川普每天叫，但是世人不知道，都已經忘記了。美軍在格陵蘭島上有，美軍一直在皮圖菲克空軍基地，結果現在這個皮圖菲克空軍基地已經提升為什麼？成為太空軍基地了。美國對格陵蘭其實老實講一句，他流口水不是今天才開始流，他在18世紀200年前，美國國會當初要用550萬，當時的550萬哦，現在都不知道是多少億了哈，要跟丹麥買，就那個時候國會反對，不是丹麥反對，國會反對說你已經買了阿拉斯加那個鳥不生蛋的地方，你現在還要再去買一個格陵蘭那個更鳥不生蛋的地方，你都在北極裡面。對不對？我們要派誰去呢？所以後來就打消此念了。那大家曉得，如果當初他們順勢買下格陵蘭的話，我跟你講，整件事情現在就不會再發生。對，美國也可以容易。那很容易，就是說他會把北冰洋的霸權都抓在手上。所以大家了解，其實老實講一句，因紐特人啊，他們只想要獨立，但是呢，他們對於美國來接收是有疑慮的。你知道為什麼？因為他們認為說，給1萬到10萬的美金來收買我們人心，有些人是動搖了。但絕大部分人是認為說不可能，沒門。丹麥總理跟丹麥的這個總督也講說沒門啊，不可能，你不可能賣土地，那叫賣祖產嘛，對不對？沒有人能夠這樣做。但問題是，格陵蘭一直在丹麥的手上，不會開發，也不會進步。我剛才講了，人口越來越少。那當然，他到最後，他不想靠攏美國，他也不想這個就是說也獨立不成的話，他是不是會倒向中國？因為中國會跟他理性的談條件，我来協助你開發。你到現在稀土沒辦法挖，我來幫你挖。為什麼？全世界沒人做得到，就我中國做得到。要不要跟我們合作？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是可以多多琢磨一點力氣的。好，謝謝。同時，你說剛才我們在講說法國，他說他要退出北約，對，其實法國不需要講退出北約啊。法國說要退出北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北約是要自己保護自己的。然後你忽然說美國這個侵略了北約的盟國，所以我就退出了，那代表什麼呢？這代表你閃一邊去看了嘛。对，如果今天法國真的帶種，你只要宣布一件事就好了，格陵蘭就不會落入美國手上了。你現在宣布你法國對格陵蘭提供核武保護傘，就這麼一句話就夠了。對，你法國已經對這個北約的一些國家做過承諾了，你要不要針對整個北約的國家都做出承諾呢？只要北約任何一個國家被攻擊，我的核武保護傘就提供了。美國可以为南韓提供核武保護傘，你法國敢不敢對格陵蘭提供？川普就怕核彈啊！全世界他什麼都不怕了，他就怕核彈。所以為什麼金正恩是他的好朋友？為什麼這個習近平是他的好朋友？為什麼普丁是他的好朋友？因為他們有核彈。所以如果你法國真的要互助歐洲，這句話就夠了，不用去退出北約了。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到是北京正式的說要收回釣魚島，那日方不敢還手，是怕被滅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另外呢，大陸針對於日本的禁令現在越來越嚴重，那麼已經引爆了這個特別的一些衝擊跟效應。等一下一起來
關心的是赴日觀光人數現在腰斬再腰斬。好，趕快來看到的是，這是最新消息，也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在奈良這邊，其實他安排了一場是事前沒有對外公布的古越交流的一個外交活動。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他就是跟南韓總統李在明一起打鼓，而且呢，他們打一打還交換一下鼓棒哦，大家一起在演奏着 K-pop， 畫面看起來是非常的和諧而且開心的。有一個說法是，為什麼李在明今天要演這一出呢？因為他想要轉移焦點，就是因為現在中日在釣魚台的爭議已經越來越嚴重了，所以李在明呢，他借由這樣子的一個活動也轉移焦點，並且他在此刻突然間說了一些話。他說，台灣問題是中國和日本的問題，韓國不會介入，等於李在明在政治上面已經完全的跟日本做出了一個切割。剛剛講嘛，中日關係因為這個釣魚島的問題不斷的升溫，趕快來看到。日本方面是怎麼說的？來自於日本的海上保安廳，他說的，去年呢，一共是偵測到中國海警船在釣魚島周邊出沒357天。他說啊，這幾乎是全年無休的，而且是2012年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以來最高的一次記錄。日方還這樣說，這是來自於日本的第11區的。這個海保長他是這樣說的：中國方面的活動已經呈現常態化的事態，而且這樣子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的。外界就說，那你趕快對中國大陸採取強硬的手段吧。但是呢，他卻突然間軟下來說呢，如果我們採取強硬的手段，這反而會給中方行動升級的一個機會。好，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苑老師怎麼看？中國大陸現在幾乎是每天都在釣魚台這邊巡航執法，是用行動來宣告這邊的主權嗎？那日本現在看起來他的這個態度突然間放緩，原因又是什麼？岳老師怎麼看？日本的海上保安廳講的這句話，他下句話沒講，就是說去年中國海警船在釣魚台周邊出現了357次，然後呢，以至於日本船進都不敢進去。他後面這段話呢沒講，所以說357個一年就365天，大概扣除了過年跟大概放年假的話呢，這幾天整個大陸已經把釣魚台圍得緊緊的、死死的大陸他們叫釣魚島了，這個是這樣的。我覺得有3個原因是使得日本的這個叫做坂本誠志他不敢說話的原因。他本來講得很強悍，但是日本現在要面第一個的話呢，就是實力的問題。國際政治哲學只講實力你有沒有這個能力？我們的話呢，我們這一代人的話，伴隨着保釣運動長大了，大家叫一叫也沒辦法。那日本的話就部队來我們有多少漁民被逮到我上次碰到周錫瑋，他講說代表那個原來的台北縣的時候，還是這個釣魚島基本上是我們台北縣的，對不對？是屬於宜蘭的，是屬於宜蘭的啦，哈，不應該是屬於宜蘭縣的。那反正是台灣的了。那這個情況下，這是實力的問題。大陸現在有實力大家都知道055大區就是這個海警船算是客氣的，而且大陸的海警船也有1萬多噸的。那日本人拿怎麼拼呢？那第二個法理，我必須坦白講，這裡面講的釣魚台。就是說釣魚島，基本上它這個海峽是跟我們台灣海峽是連在一起的，就大陸棚是延伸到那邊去的，是美國私相授受給了他，所以我們從頭到尾的話呢就非常反對到目前為止的話，我相信這個大家當委員在讀大學的時候，對這個問題的立場應該非常明確，這站在嘛就是國家守土有責嘛，對不對？你一般當民意代表的時候，像李登輝一樣說這釣魚台是日本人的話呢，那這話到今天大家講起來都是個恥辱的話，對不對？然後第3個的話呢，日本人非常明白我必須坦白在這邊講。大陸就在找機會你來你試試看你開炮你開第一槍一下子搞不好就打到4國島去了，我告訴你，這不是開玩笑的。大陸就在找機會，你難道不看國際新聞？現在大陸要把日本搞成非武裝化然後呢要搞成開發中國家，然後要搞成這個不敢吭聲，基本上的勢力範圍都是屬於這個大陸這邊管控的整個東海地區。所以你從這個情況下來講，你就可以發覺前一陣子遼寧號就已經繞過4國島，對不對？已經過了第1島鏈的話，就是基本上我說一句良心話這個圍台政策我們感覺很恐怖下一次聯合利劍就在圍日本了，就這種情況。所以說日本本身來講，他這個在主權的問題他都不敢太過於聲張，怕到時候真的連那個
講，現在還有靠嘴巴講，到時候連講的機會都沒有了。好，中國大陸借由此釣魚島的事件，也是對日本做出一個警告，其實也是有前提的，因為我們看到日方他也不斷的在升高中日之間的緊張關係，原因就是他提前修訂了他的安保3法哦，並且呢強化太平洋防衛為他新的一個戰略核心。我們看到他的安保3法裡面提出了哪3點？首先第一個，硫磺島的港口擴建；第二個，飛機跑道也在做準備了；第3個是雷達的監視網不斷的升級。另一方面，日本方面還不斷的強調日美同盟。日本的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最近呢前往夏威夷會晤美軍的這個印太司令，那接下來也會直奔華府跟美國防長會談。所以美國是不是也在強調這個有關於日美同盟呢？因為美軍也在配合在沖繩的第一島鏈上空公開進行高空自由落體，還有它的滲透演練，目標就是直指中國大陸的反介入體系。日本有辦法單就軍事實力來說跟中國大陸正面抗衡嗎？那他現在修訂安保3法的原因，幹哥又怎麼看？修訂這個安保3法其實有相當的意義在哈。安保3法其實內容都是針對硫磺島，我簡單介紹一下它裡面的內容，就是說硫磺島它的港口要擴建，然後它的飛機跑道要整建，還有呢就是要加裝先進的雷達。那這3步驟都做下去的話，你就會把硫磺島的那個地位提升不少，因為它處於那個在前線的第一島鏈的前線，是非常重要的島嶼。特別介紹一下硫磺島，1945年2月19日發生的硫磺島戰役，大家一定有看過，4個美軍抓着那個美國國旗，他就是本來已經那個國旗快倒了，然後他們一起去抓着那個美國國旗。4個美軍裡面，其中有一個是原住民，這個拍成過電影。這是所有2次大戰最重要的一個象徵，美國打贏的象徵。我坦白告訴各位，硫磺島戰爭是假的，慘勝。你知道日軍死了多少人嗎？日軍死傷2萬人，美軍死傷多少人？美軍死傷28000人，當然死的比較少，6800人而已，受傷的有2萬多人。日軍是2萬人全部陣亡的啦，是這樣。那這樣對美國來講是不可承受。硫磺島之役打完之後，美國國會說，打這仗要幹什麼？死那麼多人，繞過它直接攻日本本土不就好了嗎？不過那張照片，歷史性的照片啊，就是美軍去一直把那個美國國旗給升起來，是激勵了很多美國人、美國民心啊。後來也促成了2次大戰，把日本徹底給打敗。那這次你說小泉進次郎他們要在那個硫磺島上面，硫磺島非常貧瘠。硫磺島只出產2樣東西，一種叫硫磺，就以此為名；另外一個是什麼？甘蔗，就這2樣東西而已。然後呢，它跟日本本土是飛機到不了的，為什麼？因為沒有航班要飛這個地方。那整個島只有1000人而已。那現在如果說你要派第1空艇團過去的話，第1空艇團是唯一能夠在這邊進行攀降訓練啊，傘兵訓練的，還有。就是說，大規模的日本海上自衛隊艦艇可以到這個地方來幹嘛？進行演練的。這是陸海空3軍指定基地，在日本的陸地上只有一個3軍指定基地，叫做富士綜合演練，其他就是在硫磺島演練。所以他平常沒有老百姓的，不是軍人就是礦工啊。那是有一個株式會社專門在這邊採礦。你現在要在這邊花那麼多力氣。要擺那麼多陣勢上去的話，代表什麼？代表你的軍國主義又復辟了嗎？那你想，大陸怎麼可以接受？他怎麼可以忍受？我可以跟你講，出現在那邊的大陸的核子潛艇會越來越多。為什麼？因為硫磺島是在戰史上面非常有名的一個地點。如果你要以這邊當跳板的話，大陸絕對不會同意的。而且老實講一句，派一艘核子動力飛彈潛艇過去，日本就嚇死了，就這樣。好，這是中日關係緊張，中國大陸在軍事上面的部署。那針對經濟上面，對日本也有各種的制裁，而且有一個說法說，那個時候對於日本的制裁，日本說其實不會有太大影響。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制裁的效應跟經濟上面的衝擊，
正好在此刻逐漸的擴大。我們來看到是經濟上面，中國大陸赴日旅客2025還有930萬人次，那2026現在預估恐怕直接跌將近一半。最慘可能會只有480萬人次。那今年的第一周哦，中國大陸去的國家最多的国家是韓國跟泰國，日本已經跌到第3名了，所以它的機場的旅客吞吐量年減幅預估是30%。再來呢，日本的清酒喜歡出口給中國，一年金額116億日元，現在呢可能在這些通關上面會被做更嚴格的審查，有時候要等，甚至要等到1個月左右，是不是對於日本的經濟效應從今天開始才會逐漸擴大？委員怎麼看？對，我認為剛才這些數據哦，日本可能還覺得不夠痛了哦，所以北京政府如果真的要用經濟的制裁讓日本覺得痛哦，他恐怕要下更大的力道。就是你現在看到的嘛，他現在的這個旅日的这個人次至少只是折半的，減幅只是到了48%，代表還有50%的量在那裡啊。然後包含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航班是一樣的問題啊，吞吐量只減少了33%呢。那麼，如果你真的要讓日本覺得痛，你就必須要用更大的力度了哦。那麼日本恐怕才會真正的感受到。但是我曾經說過，就長遠來講哦，日本當然的經濟會受到衝擊了。那麼因為日本有很大的這個觀光客的來源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中國大陸排名第1，台灣排名第2嘛哦。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特別是關西的這個觀光業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但是現在你從日本的這個政府哦，從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高市政府的一些種種的作為，似乎他準備在軍國主義復活這條道路上要一意孤行走到底哦。就原本我們認為說他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的一個失言風波，就現在已經不是失言風波了。他失言完之後，他開始來修改了所有的一切日本在這個原本要做軍國主義復辟的一些障礙，他通通都在做排除了。那麼因此，在這個過程當中，對中國大陸來講，它恐怕就要採取更大的力度了。除了經濟之外，就好像剛才我們在討論的，在這個釣魚台主權問題上，開始跟日本直接叫板了，就是你要不要採取行動嘛？你不採取行動，我就乾脆把釣魚台收回來了。你敢不敢？那麼當然，其實我們要回過頭來看整個世界的大局啊。我相信北京政府看的不是只有日本而已。當他看到美國在清理自己後院的時候，如果美國可以這樣做，中國大陸何嘗不可以把自己的前院清乾淨呢？日本也好啦，菲律賓也好，這個時候你不清理它，什麼時候清理它呢？反正美國老大哥都當了初一了，你就當15就好了。一個掃自家後院，年終大掃除，你就順便把自己家前院也清一清就好了嘛。所以李在明是一個聰明的角色啊，他早就知道這件事情，說他不要摻和進去了。那麼在第一時間，他維持跟日本、維持跟美國、維持跟中國大陸良好關係，而且宣布說這件事情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就在外面看好戲就好了哦。所以韓國反而成為最大的受益國。那我覺得對中國大陸來講，他加重這個力度，某種程度來說也是趁着美國去做其他的事情的時候，他先來在這些地方把這個主權問題也好，或者把這些該教訓的、該修理的都修理一遍。那麼當然，如果中國大陸的力度加重哦，我認為當然有圍魏救趙的效果啊。就美國現在在處理伊朗啊，如火如荼了。雖然他說他的援兵已經在路上了，還沒出發，但也許會出發哦。那你要讓伊朗的壓力減輕，只有一個辦法嘛，就是你在其他地方點火啊，你讓美國不得不救，攻其必救啊。就日本如果今天釣魚台出事了，你看美國要不要來出面處理一下？這就是美日安保條約的問題啊。所以其實現在全世界的這些強權國家都在下一盤大棋，就不是只有美國在下，中國大陸在下，俄羅斯在下了。現在只是要看誰的棋藝比較高超一點而已了。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軍事消息，趕快來看到中國大陸戰機殺進美國後院嗎？因為驍龍現在搶下了中東金主的大單。另一方面，今天也會來關心到，除了驍龍戰機之外，就是殲20了。它現在會採用的是進化的 AI 系統。那西方的軍火霸權開始受到衝擊了嗎？今天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其實2026年才剛開春，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軍工已經先點火。今天會來特別關注到的就是中國大陸跟巴基斯坦他們一起合作研發的這一款驍龍戰機 JF-17驍龍戰機，現在已經呢
打出了一個外銷市場的漂亮成績單。來自於南華早報最新的披露哦，就是巴基斯坦現在呢，目前正在和沙烏地阿拉伯談了，打算接下來用20億美元的貸款來換取梟龍戰機。除了梟龍戰機本身之外，沙國還說他願意再多付20億美元來採購相關所需要的裝備。到底梟龍的戰力有多強？我們稍微來看一下它的小檔案。它配備的是主動電子掃描陣列雷達，還有更好的一個渦扇13發動機之外，還有類似殲20所採用的這種飛彈近迫的警告系統等等。交易還沒有敲定，但是華府的研究員已經先做了分析。他認為說，如果成功的把梟龍賣給沙烏地阿拉伯，那對於中國大陸來說會是一場大勝利。原因是因為傳統上沙烏地阿拉伯一直比較傾向西方的國防客戶，所以這一筆交易如果實現，對中國來說真的代表的意義就是完全的不一樣了。那到底為什麼中東大金主這時候要突然間轉向大陸的 Block 3版的梟龍，戰力到底有多強？如果真的買了，這個實質上面的意義，委員又怎麼看？对，大家都知道梟龍戰機是巴基斯坦跟中國大陸的成都飛機集團合作生產出來的哦。那麼我們從最近這個中國大陸央視所公布的有關於梟龍戰機的這個 Block 3哦，它的這個升級版的一些相關的功能可以看得到，它進入了 Block 3的這個升級版之後，其實有很多的戰力都大幅提升了，包含了它具有這個什麼超視近距作戰能力的。這個具備了這樣的能力哦，因為有這樣的能力，再配備它的這個所謂的超視距哦，就是超遠距離的空對空的導彈的話，它就完全可以做到射後不理了啊。那麼這個其實當時我們看到的，在這個印巴戰役的時候，其實梟龍就已經達到這樣的一個功能了。只是當時的所謂的射後不理，可能是幾個整個作戰系統的整體的這個協作才能夠達到這個效果。但是現在的梟龍的 Block 3升級之後，它就可以做得到了哦。那麼原因是因為它裝了一個我們現在看到的叫做這個新型的叫做有源相控的陣雷達哦，用這樣的雷達做到了這樣的效果。而且從央視所公布出來的這些資訊就可以看到說，新款的這個梟龍戰機哦，它可以倒過來飛哦，低空倒飛12秒，而且非常穩定哦。那麼這些東西都代表了說，梟龍戰機除了它可以射後不理，它有這個超視距空對空作戰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近距離纏鬥啊。那麼當然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梟龍的這個戰力大幅的提升，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就會提高了嘛。我們看到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看到的是亞塞拜然，看到的是緬甸，看到的是奈及利亞，都有考慮要採購。那特別大家關注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原因，是因為沙國長期以來就是仰仗美國。那麼我覺得對沙烏地阿拉伯來說，這也不意外哦，就是因為他總有一些唇亡齒寒的感覺嘛。他看看中東的這些國家是怎麼對美國修理的。美國說要修理就修理了啊，說要飛過你家領空，這個去攻擊別人，他就飛過你家領空了。然後呢，所以對沙烏地阿拉伯來說，雖然這個時刻了哦，你說那個 MBS 跟這個川普的關係還不錯，但是誰知道以後兩個人中間會不會有摩擦呢？所以對這個沙烏地阿拉伯來說，他當然現在要做的是什麼？就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了哦。我過去仰仗你美國，我所有的軍事裝備都靠你美國，然後你美國在我這還有軍事基地嘞。那現在看起來，我說美國已經從這個加勒比海的海盜做北海小英雄，馬上就要做阿里巴巴40大盜了，就要殺進中東來了。那難道沙烏地阿拉伯不會怕嗎？他不會擔心哪一天美國看上我的石油怎麼辦呢？那在這個時刻，我認為他做一些風險分散是一定的嘛。那梟龍的價格合理哦，然後呢，在這個過程當中呢，又可以分散對於美國的這個軍事裝備的這個依賴哦。那麼當然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可對中國大陸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哦。就美國長期以來是用軍事裝備去綁架他的盟友的，就你聽話我就賣你好武器，你最聽話 F-35賣你哦，你不夠聽話的不賣你了。美國就玩這一招啊。所以今天如果中國大陸的軍事裝備達到了一定的水準，成為大家都希望採購的對象的話，他一樣可以用他的軍事裝備去武裝他的盟友，甚至他一樣可以用軍事裝備去結合更多的這個盟友，去交更多的朋友。好，所以我們看到梟龍賣到給沙烏地阿拉伯的話，沙烏地的目的是要分散自己在地緣政治上面的風險。那其實梟龍還賣到除了中東國家之外的外銷訂單，還有一個地方就是東南亞的印尼。過去印尼的態度也是一改再改，這個時候又選擇要買大陸的梟龍，
還有它的攻擊型無人機，目前是正在談判當中。印尼的國防部長跟這個巴基斯坦正在談，那最高这個交易規模可能會有40架。那我們剛剛說了，其實印尼的態度過去一直在改，是因為他之前本來是要買歼10C的，大陸的殲10C，那取代掉美國的 F-15跟俄羅斯的蘇35，但是後來又反悔，現在又說要買梟龍，到底為什麼態度一改再改？那梟龍能不能真的取代，甚至是打敗剛剛講的，不管是 F-15美國的，或者是俄羅斯的蘇35老牌強權呢？苑老師又怎麼看？哎，我前不久的話呢，到了晨飛公園，在這個梟龍飛機前面拍了一張照片啊。今天我都沒想到，今天这張照片用上啊，大家可以看到，跟那邊在講的，跟我剛剛給干哥看的一模一樣。我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就是說你到了成都去的，一定要到晨飛公園裡面去看他們坐的飛機，裡面可以看到歼20，也可以看各式各樣的無人機啊，那是個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還可以看到這個梟龍的飛機。那它的模型放在那邊的話呢，它表示它技術非常成熟，而且的話呢，我這邊強調這個軍火工業的買賣問題是非常特殊的啊。那軍火工業的話呢，它的買賣它的魔力性是非常大的。然後軍火工業的話呢，它裡面的話，這個國際性是非常重要的。那軍火工業當中買槍買子彈那個不稀奇，戰鬥機是特殊中的特殊。所以大家要了解這個梟龍本身來講，在這邊講的話呢，就是比如說用到了 PVD-17，用到了這個殲20的這個雷達的系統，然後用到了這個渦輪13的這個發動機，然後呢還有他們在強調的使用的這個飛彈迫近警告系統。那這一些的話呢，都是屬於它不斷擺在那邊，技術不斷的更新，不斷的改進。那剛剛問到問題說，印尼為什麼原來想要買殲10C？原因就是因為去年的5月7號，那巴基斯坦的話呢，就把那個法國的飛機幹掉好幾架，那就是想要買。後來又沒有買什麼呢？因為各國干預嘛，這個非常敏感的。你買人家的系統，買人家的飛機，你將來的零件靠誰？你將來的軍事上的部署靠誰？你要靠誰來訓練？你的飛行員在哪裡？像巴基斯坦是號稱巴鐵，那不是開玩笑的。那個女飛行員的話，她本身就連印度的飛機都沒看到，她那個雷達一按，啪，飛彈一出去，她那台霹靂15就已經打成這個樣子了。那所以說，目前為止，梟龍的話呢，各式各樣的裝備往上，而且我覺得大陸本身要發揮這個影響力，在印尼跟在沙特都非常具有意義，因為基本上都是從美國的勢力範圍底下挖根了。好，我們剛剛看到的是梟龍現在在外銷上面創下了一個非常好的成績。那第二個我們要來關注到的是殲20了，這一架戰機，它現在迎來首飛的15週年，並且在它的戰力上面，它的戰力上面有非常多的升級，一共是2點。一共是3點。我們先來看到第一個升級的是它的 S 型的進氣道，直接可以遮擋住它的發動機的葉片，內部還有這種吸波材料，可以專門吞掉雷達反射，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它採用全球首創的隱形壓式布局，那潛翼在飛行時製造這種脫體的渦流，就像一群小旋風，可以提升它整個機翼的升力。最後是殲20，它接下來還會融合 AI 協助飛行員可以整合這種戰場資訊，做到即時判斷威脅，而且是越來越能打。華幹哥怎麼看這一連串的升級？好，其實殲20哈，它最近已經推出了殲20S，S 什麼意思？雙座戰鬥機。雙座戰鬥機最大的這個意義是，第一個它可以訓練高階飛行員，第二個是後面的那一位飛行員，他可能要做很多事情。什麼事情呢？就是他會成為電子作戰官，也就是說，駕駛員之外，電子作戰由後面的那位飛行員來承擔。代表什麼？代表技術的突破。我們先講一下什麼叫做殲20的態勢感知，也就是說，當飛行員坐在座艙裡面，以前在2次大戰的時候，我們都是要把座艙拉開，飛行員看看敵人在哪裡，敵人在哪裡。其實你坐到殲20的座艙裡面，你還沒有起飛的時候，它就像科幻電影一樣，它已經都布滿在你的抬頭顯示幕上面。比如說，東方200公里處有美國驅逐艦1艘，西方有我們的這個盟友啊，巴基斯坦的1隊飛機，高度、方位、風向通通有。你飛機還沒飛上天，都通通已經有了。這就是殲20。所以為什麼這種飛機不能賣？沙烏地阿拉伯本來想買你，我不能賣給你，為什麼？因為這就是最高階的態勢感知。然後現在呢，又更棒了，為什麼？因為你也知道，中國是 AI 大國，对不對？現在把 AI 一股腦的弄進去，為什麼會有殲20S 型？
就是因為他的工作，其實坦白講一句，第2名飛行員可以減少第1名飛行員，他只要努力操控這架飛機就好了。那第2名飛行員就是要負擔前面飛行員做不完的工作，他要把它承擔起來。所以現在出了歼20S，我是認為說那是技術的一大進步。我今天跨出一大步，我不是光是這種空優戰機而已，我要處理很多電子資訊。你知道，其實這些我剛才講的性能，在 F-35上面都看得到，都看得到類似。所以大陸現在急起直追，你可以感受得到，它已經快要追上了。因為我們不敢講說可以跟這個就是說那個 F-22或 F-35平起平坐這件事情，我們不下斷語。可是它有沒有追上去？有，而且最重要的是，歼20有一個大家不太會注意到的，跟飆風戰機一樣的特點，就是它有壓翼。壓翼是什麼？壓翼就是在主翼之前面的一對小翼，這一对小翼可以讓在進行大機動作對抗的時候，兩架飞机，我今天沒帶飛機來，两架飞机要对抗的时候，你要怎麼改出？一般的飛機做不到了，這樣飛就這樣，那是叫做慣性，就這樣飛了。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在對峙的時候，到了近距離接觸的時候，我要改出，你會失速，你就掉下去的。但是因為它有了這2片壓翼，它就不會掉下去。好，這個就是技術的進步。不過這個對於逆中戰機而言的話，那是另外一個討論層面，我們下次再來說。